西藏北部，平均海拔5000米，世界上最高的荒野。藏羚羊，高原的主人。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，是它们唯一的栖息地。在与天空最接近的广袤土地上，氧气含量只有内陆的一半。人类的足迹退避至野性大地的边缘，但这里却生活着21种哺乳动物，65种鸟类。死亡伴随着新生，残暴交织着温情。最娇艳的花朵在最严酷的土地上绽放，生命在空气稀薄的大地上律动，坚韧顽强。震撼人心的场景每天都在上演。这里就是藏北高原野生动物的天堂。冬季，高原的气温可以骤降至零下30度。此时，对高原动物来说，最难寻找的就是水源。藏羚羊也不例外。冰雪成为它们冬季的饮用水。在冰封大地的季节，水源地是所有动物趋之若鹜的地方。它带来生机，但也危机四伏。领地上来了入侵者，狼群开始向藏羚羊逼近。体型较小的雌性藏羚羊是荒原上掠食动物捕猎的主要对象。雄性藏羚羊适时出现，吸引了狼群的注意。它的奔跑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100公里，没有掠食者能追上它的脚步。只有在最寒冷的12月，雄性藏羚羊才回到种群，与雌羊生活在一起，成为羊群领袖。他们将尽可能多的雌性藏羚羊驱赶至一处。这是它们发情交配的季节。雄性藏羚羊大费周章，就是为了把一年之中积攒的能量全部用在这个时刻，在最寒冷的季节上演最激情的一幕。
在冬天的荒原，雄性藏羚羊建立了庞大的后宫。然而，生命的繁衍是一场竞争，这就意味着总会出现强悍有力的对手。雄性藏羚羊成年后，体重可达40公斤，羊角长50公分，顶端尖锐，是致命的杀伤性武器。这是尊严与权力之争，这是生与死的考验。强者获得一切，谁也不敢掉以轻心，必须全力一搏。每年都有大量雄性藏羚羊在决斗中死亡。胜利者的基因孕育着新的生命。曾经有超过100万只藏羚羊生活在藏北荒原，它们是这片严苛土地上最强韧的生命。在中国海拔最低的地区，风沙与骄阳主宰着一切。这里是中国西北部，这里有中国最大的沙漠，80%以上都是流动沙丘，随时准备向前推进。风吹来沙，堆积成丘，最高可达500米。夏季沙面温度高达80度，炎热可以夺走一切生机。沙漠里的小生命正在熬过这段最艰难的时光。傍晚，沙漠热度迅速散去，各种生物蠢蠢欲动。吐鲁番沙虎，中国独有物种，壁虎的近亲。它是沙漠中的暗夜杀手。沙漠，死亡之海。吐鲁番盆地，中国最干旱的地方，每年降雨量仅为10毫米，蒸发量却高达年降水量100倍以上。在这片无水的瀚海中，沙虎掌握了获取水分的秘籍。日出之前是沙漠中每天温度最低的时候。
水汽凝结在植物的枝叶上，这些露珠就是沙湖的清泉，供它们享用。干涸大地并不是生命禁区，在大片黄沙之上，依然有植物倔强生长，星星点点，绿洲构成了死亡之海生命的补给线。从中国西北部纵横至中国最南端，将会完成一次从沙到海的旅程。南海，北纬4度到20度之间的热带海洋，中国最深最大的海。面积相当于2个新疆，在无垠的蔚蓝色之下，隐藏着绚烂神秘的另一个世界。南海海水年均温度28度，这里是热带海洋生物的家园，生存着1500多种鱼类，250多种软体海洋生物。鱼类与软体生物最喜爱的聚集地，就是海洋的后花园——珊瑚礁。珊瑚，海洋里最艳丽的生物。热带浅水海洋珊瑚大多生活在水深40米处，它们形态多样，恣意生长。珊瑚礁既是小型鱼类栖息盘踞的密林，也是其他海洋生物的狩猎场和补给站。珊瑚礁如同海底世界的热带雨林，调节保障着海洋生态。4月末的傍晚，一队科学家乘船出海，他们为了这一刻已经准备了整整1年。现在是他们1年中唯一的机会，他们将在夜间潜入海底，破解珊瑚繁衍的秘密。行动必须经过周密计划，任何一处微小疏忽都可能造成严重后果。夜间潜海吉凶难测，水面下洋流活跃，可见度很低。一旦潜水者被洋流冲走，就再难定位，随时都有生命危险。海洋不是平静的，无论在海洋表层还是深海，海水都在活跃流动。洋流不断给海洋输送养分和热量，也不断给潜水者制造麻烦。但是这次夜潜势在必行。珊瑚只在夜间产卵，并且1年只有1次。科学家们冒险夜潜，
只为能收集到正在产卵的珊瑚样本，以便保护研究，成败在此一举。珊瑚对产卵条件的要求非常严格，一点点的环境变化都可能改变产卵时间。月亮升起，改变了潮汐。此时，海水终于达到了珊瑚产卵所需的最佳温度26度。首先感觉到变化的是珊瑚礁中的居民。这是海底生命的一次集中爆发。珊瑚卵以数量争取繁衍的机会。这是一场饕餮盛宴，一场静默的狂欢。科学家们终于得到了期待已久的珊瑚卵。从一颗珊瑚卵到一座珊瑚礁，从一座珊瑚礁到一片大海，科研工作者正在致力于探索蓝色国土的秘密。今后，珊瑚礁的繁育和恢复会有新突破。更重要的是，人类将越来越多地探明这片神秘的蔚蓝海域。5年精心制作，自然的力量，展现前所未见的美丽中国。藏北高原真正的春天在6月才会到来。冰雪融化，汇聚成河。在这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地方，湖泊总面积占全国1/4。
水将从这里流向四周的低处。这里是亚洲众多大江大河的源头。暖阳的热量恢复了妍希的体力，同样唤醒的还有那些在洞穴中沉睡了半年的冬眠者。汉塔结束了6个月的地底生活，高原上已满是绿色的气息和食物的味道。现在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他伸展四肢，走亲访友，尽情游戏。同伴的警告让他们猛然间意识到危险就在眼前。汉塔挖建的地下宫殿一般会有2到3个出口，一旦躲进洞中，很难被捕杀。暴露行踪的赤狐只好扫兴而归。6月底，经过数百公里跋山涉水，雌性藏羚羊终于来到昆仑山南麓产高地。这是一次奇迹般的迁徙之旅。为了成功抵达目的地，他们要克服食物匮乏、山水阻隔、疾病毒虫等等困难。藏羚羊迁徙的原因是人类至今无法确切破译的秘密。在这里，雌性藏羚羊疲累的身体得到暂时休憩。此时，藏羚羊已经怀孕6个月，即将生产。然而，这里并不是安全的温柔乡，跟随迁徙者的脚步，掠食者也尾随而至。藏棕熊，青藏高原上体型最大的掠食动物，它是胃口极佳的机会主义者，绝不会放过任何一种进食的可能。藏棕熊在产高地旁边养精蓄锐，它正在等待机会。一望无垠的草原上，生产的母羊总是要为隐藏自己的宝宝煞费苦心。高原的天气瞬息万变，一只小藏羚羊在雨中诞生了。荒原一览无遗，很难隐蔽，
出于本能，小羊蜷伏在草地上，躲避着掠食者。但威胁一直存在，母羊会远离新生儿，以免暴露。小羊刚落地就要独自接受生存挑战，它必须靠超凡毅力，在半小时之内学会站立和行走。只有这样，小羊才能找到母亲，回到羊群。否则，只能成为掠食者的腹中美餐。迈出生命第一步的小藏羚羊，将会与母亲开启一段长达500公里的回家之旅。中国西南，茶叶和橡胶的重要产地。生活在山区的傣族人心灵手巧，他们用织锦装点自己的生活，代代相传。傣族人将最美的风景与最熟悉的动物编织其中。有一种体型庞大、濒临灭绝的物种，常常出现在织锦里，那就是亚洲象。亚洲象体型庞大，重达5吨。它们在原始密林中生活，这种庞然大物食量惊人，每天必须摄入30到60公斤食物。野生大象通常以家庭为单位生活，10头左右大象组成象群。它们需要足够面积的栖息地。但是，热带雨林面积在不断萎缩，象群有时会涉险越界到人类的领地觅食。农田里种植的香蕉与甘蔗散发着无穷的诱惑力。
今天，农田与茶园在山间拓展，逐渐延伸至从前的密林。人类种植的经济作物正在蚕食亚洲象领地。亚洲象面临着失去栖息地与食物来源的窘境，它们的生存空间遭到挤压，不得不向人类的家园一步步靠近。野生亚洲象富有攻击性，与它们相遇非常危险，不时会传来野象伤人的新闻。野生大象与人类冲突日渐加剧，双方都需要得到保护。护林员李德明肩负着监测野生大象行踪的重任，每天他都要深入密林寻找野象，把象群可能出现的地点通知乡里，避免伤及人群。亚洲象为了获取足够食物，每天必须跋涉30公里，行踪不定。为了掌握象群情况，李德明必须翻山越岭，追踪象群。大象虽然体型庞大，但在深山密林掩映下，要想捕捉到它们的踪影，也绝非易事。只有李德明知道追踪野象的秘法。亚洲象最喜欢水，河流就是它们的游乐场。现在，它们正在享受休闲一刻。与这陆地上体型最庞大的生灵相比，人类既渺小脆弱，又强悍坚韧。我们能够改变山川河流，却也要承担过度索取的恶果。今天，以李德明为代表的村民正在学会与这些巨兽共处，共享大自然的馈赠。
夏季，高原鼠兔开始修整巢穴。在厚草皮层下，每个鼠兔家庭都会挖掘复杂的洞穴系统。高原鼠兔，世界屋脊上种群量最大的物种，有着惊人的繁殖能力。整个夏天都是它们的繁殖期。这段时间，一只雌性高原鼠兔可以生育2胎，多达10只幼崽。它们是草原上快乐的音符。兔狲，神秘的猫科动物，难得一见。它居高临下，寻找着自己的猎物。惊人的耐心和无比的机敏合为一体，兔狲体型不过家猫大小，却是高原上不折不扣的超级杀手。世界屋脊之上，生命的坚韧与环境的残酷达成了奇妙的平衡。这里每一刻都在上演毁灭与新生，自然的力量不可测夺。食物链最顶端的霸主，野牦牛，高原上体型最大的动物。狼群展开攻击，
受惊扰的牛群快速聚集，保护小牛。成年野牦牛重达500公斤，拥有10倍以上狼的体魄。出生的小牛成为狼群的攻击对象，这是一场生死攸关的战斗。母牛失去了唯一的孩子，它久久不愿离去。山谷的风带来死亡的讯息，食腐动物紧跟着猎杀者的脚步。最先到来的是吵闹的渡鸦。接着，沉默的秃鹫也加入进来，这是他们难得的盛宴。在荒凉高原上，任何食物都会被转化成能量，任何食物都不会被浪费。青藏高原充满了诱惑与危险，这是一片神秘的未知领地。自远古以来，野生动物就在此繁衍进化，完美适应了高原上严酷的生存环境。亘古大地，生生不息。小藏羚羊吮吸着营养丰富的奶水，
吸收母亲从大地上获取的能量。没有别的选择，这些出生娇嫩的生命加入迁徙大军，跟随成年藏羚羊的脚步，纵贯数百公里。这是地球上海拔最高的动物迁徙，这是地球上最壮观的生命旅程。每年有超过10万只藏羚羊穿越藏北高原，这是一条生死之路，有一半以上的小藏羚羊会被自然淘汰，只有那些最强壮的小羊才可以回到家乡。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，自然的力量。